南极洲是一个神秘的大陆，长期以来一直以其未知和未探索的边界，吸引着研究人员和公众的注意力。它可能看起来像一片巨大的虚无的冰雪世界，但在它冰冻的表面下，是一个充满未被发现的奇迹的世界。从9000万年前的热带雨林，到地下冰中的生态系统，甚至在南极洲冰冷的深处，可能有一个古老的文明。这里有15个在南极洲的惊人发现，可能会改变我们所认知的历史。9000万年前的热带雨林，其实在远古时期，南极洲与今天的样子相差甚远。数千万年前，这里不是冰封的土地，而是郁郁葱葱的热带雨林。在这个环境中行走的不是企鹅，而是威严庞大的恐龙。因为研究人员发现了新的证据，表明南极洲曾经是一个栖息天堂。2017年初，一群大胆的研究人员决定在南极洲西部附近的海床下挖掘为期1个月的秘密。他们钻得很深，从松树岛附近提取沉积物岩芯样本，并对冰川进行称重。他们并不知道这些样本会颠覆他们对南极洲的认识。在对这些样本进行了 CT 扫描后，科学家们目瞪口呆。扫描发现了一些非同寻常的痕迹，比如森林土壤、花粉孢子，甚至还有完整的根系。你能相信吗？他们甚至可以辨认出细胞结构，并识别出在南极附近发现的最早的植物的花粉。猜猜这些土壤有多古老？惊人的9000万年！这个了不起的发现，改变了我们对南极洲的一切认知。事实证明，这片冰冷的大陆并非一直都是冰封的，相反，它是一片郁郁葱葱、生机勃勃的雨林，随处都充满着生命。想象一下数千万年前，在这片大陆上生活的其他生物的场景。100万年前的 DNA 样本，作为国际海洋探索计划的一部分，一队科学家正在南极洲大陆北部的斯科舍海进行冒险。他们一点也不知道，他们即将在海底深处偶然发现一个基因宝藏。这就像找到了一个时间胶囊，但它不是人工制品，而是包含了100万年前微生物的 DNA 片段。这些遗传物质的片段被称为沉积骨 DNA， 这只是一种奇特的说法，在深达1780米的地方偶然收集到的。在海底以下，尽管科学家们不能确定这些最古老的 DNA 属于哪个物种，但他们确实知道它来自真核生物。这是一个奇特的术语，指的是可能是动物、植物或者是真菌的有机体。这组 DNA 样本的大部分属于硅藻，这是一种至今仍存在于海洋中的浮游植物。在继续精彩节目之前，还请各位观众老爷们为本期视频点个赞，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下期精彩视频了。巨大的地下水系统，在南极冰流下，科学家们在南极洲西部冰冷的深处有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发现。这是一个巨大的含水层，里面充满了古老的海水，这些海水已经被锁了几千年。这一突破性的发现是研究人员首次在南极洲的冰流下探测到地下水。这可不是普通的含水层，它就像一个巨大的海绵，由多孔沉积物组成，并充满了水。现在，科学家们一直怀疑南极洲可能隐藏着这些巨大的地下水系统。你看，冰冷的大陆有这些冰流和冰川，它们在可渗透的沉积物上滑动，这意味着水应该能够渗透进来。技术上的限制
使我们无法获得这些深层水的更多证据。但到目前为止，之前的研究更多的集中在冰川和冰架附近的浅水湖泊和河流上。在这个含水层深处发现的最咸的水，可能是在5000到7000年前到达这里的。当时南极西部冰盖正在退缩，水从海洋流入地下水系统。想象一下，在全新世中期的温暖时期，这个冰冷的庞然大物向后滑动了一点，让海水进入。但随着冰盖再次向前推进，它就像一个巨大的看门人，切断了海洋通道，封锁了海水，把海水变成了威伦斯冰流下面的地下水。但关于地下水和冰盖其他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我们还有很多需要了解。这一发现使科学家们能够绘制并了解南极洲是如何随时间变化的。它还帮助我们更多地了解南极洲地下大大小小的生物和秘密。南极洲正在变绿，南极洲一直是冰封荒原的日子，可能很快就要结束了。苔藓正在占领南极洲，把它变成绿色。是的，你没听错，气温上升导致冰层融化，为苔藓的生长创造了完美的条件。现在不要急着收拾你的泳衣去南极度假，我们这里说的不是一个完整的雨林。事实上，只有不到1%的大陆被植物覆盖。但是在这个冰冷的天堂里，即使是一小片绿色也是一件大事。南极洲正在升温，它是地球上变暖最快的地方之一。在冰点以上的天数急剧增加，半岛西海岸的气温在短短几十年内就飙升了惊人的37华氏度，这是全球平均水平的5倍。为什么我们要关心这个变化呢？因为南极洲在调节地球气候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巨大的冰盖就像一个盾牌，反射太阳光线，以及调和我们地球的温度。谁知道如果它被苔藓覆盖了，会对我们今后产生什么影响呢？人们准备在火星上生活。你知道在南极洲的研究人员们正准备在火星上生活吗？康考迪亚站坐落在南极洲寒冷的中心，是一个非凡的前哨站。勇敢的科学家们在这里为火星上生命的非凡挑战做准备。这里的温度极低，以及黑暗和无情的隔离，为研究人员提供了类似火星的环境，可以解开长期太空任务的秘密。从研究对人类身心的影响到测试尖端技术，康考迪亚南极站富有弹性的工作人员推动了人类探索的界限，使我们更接近大胆冒险，前往红色星球的那一天，把我们的火星梦想变成令人惊叹的现实。科学无国界，在此我们都应该感谢他们的付出。南极洲神秘的死亡。罗德尼·大卫是南极洲曼森斯科特南极站一位澳大利亚天体物理学家。2000年5月，他生病了，最终在暂居点神秘地去世。他的死引发了阴谋和猜测，因为这是南极历史上第一个有记录的可疑死亡。罗德尼死后，对他进行了尸检，发现他摄入了致命剂量的甲醇，这是一种有毒物质。这引起了人们对谋杀的怀疑，导致新西兰警方进行了调查。因为新西兰对南极站所在的地区有管辖权，但是由于该地区的偏远和极端条件，进行彻底的调查证明是具有挑战性的。在各种猜测和谣言中，此案多年来一直悬而未决。一些人推测是意外摄入甲醇，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可能是被人谋杀。可在2007年，新西兰警方正式结束了调查，结论是没有证据表明有谋杀行为。罗德尼甲醇中毒的原因尚不清楚，
他死亡的确切情况仍是人们猜测的焦点。罗德尼·大卫的案件在南极的历史上仍然是一个独特而悲惨的事件，因为这是该地区唯一已知的可疑死亡案件。冰冻企鹅墓地。南极洲是企鹅现今栖息的地方，但是专家们在南极洲却发现了一个冰冻企鹅的墓地，这令人难以置信的困惑。早在2016年，研究人员就在位于南极洲斯科特海岸德拉戈尔斯基冰舌以南的伊拉萨角有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发现。他们发现了一群阿黛尔企鹅，这些企鹅已经在冰里冻了几千年了。可更有趣的是，它们虽然在那里待了那么久，而企鹅遗骸的形状却保存得出奇的好。随着挖掘的深入，他们注意到挖掘地点的表面有一些奇怪的东西。他们发现企鹅的尸体看起来非常新鲜，他们还发现了许多小骨头和粪便污渍，表明这个地方不久前曾是繁殖地。研究人员发现了至少3个独立的繁殖地的证据，这些繁殖地以古老的卵石丘为标志，它们通常位于企鹅交配区。为了弄清楚这些企鹅木乃伊的年龄，他们使用了一种叫做放射性探定年法的有趣技术。你猜怎么着？这些企鹅已经在那里生活了至少5000年。但这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当他们检查骨头、羽毛、蛋壳和其他软组织时，他们发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事实证明，在过去的几千年里，企鹅至少3次以繁殖为目的占据了这个地方。最后一个繁殖期可能在800年前结束。就在小冰河期开始的时候，也许是不断增加的积雪或其他因素，使企鹅难以继续在那里繁殖。现在，这是一个让专家们摸不着头脑的谜团。为什么一些古代企鹅的尸体比其他的保存得更好？在过去的1000年里，海角的环境似乎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海角的条件可能经历了不同时期的气候变化，这可能影响了企鹅的保存。企鹅笑气。你知道企鹅便便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吗？这并不是说粪便本身是危险的，而是相当数量的粪便却会释放出一氧化二氮，这是有害的气体。在南极洲研究企鹅的丹麦研究人员成为这种笑气的受害者。在吸入这种气体之后，你可以说他们最终变得有点糊涂了。你可能不会相信，南极洲地企鹅的粪便中含有大量的一氧化二氮，这影响了那些在他们周围待太久的研究人员的精神状态。其实说到笑气的事，没有双关语的意思。这些地企鹅的饮食是磷虾和鱼，它们富含氮。当它们排便的时候，它们排泄的氮会渗入地下，与土壤、细菌和肠壁相互作用，它在一氧化二氮中转化，使这些气体含量飙升。但是一氧化二氮不仅影响科学家，它也是一个重要的环境参与者，其污染程度是二氧化碳的300倍。不过，在你过于担心之前，让我们澄清一下，企鹅便便不会造成迫在眉睫的天然气危机。我们这些有羽毛的朋友释放的一氧化二氮的量，与人类活动造成的水平相比，根本不值一提。第一批到达南极洲的人，长期以来，谁最先到达南极洲的问题一直是个谜。然而，最近的一项发现表明，毛伊岛的水手是这些勇敢的第一批到达南极洲的探险家，也就是新西兰令人难以置信的海员们，可能比其他所有人都早1000年到达南极洲。这违背了欧洲探险家是探索南极地区的先驱的观点，而第一次有记录的到达南极洲的尝试，直到19世纪20年代才发生。
俄罗斯水手描述了一个严酷而贫瘠的景观。新的研究正在颠覆这一切。据深入研究波利尼西亚口述历史和未发表的南极洲研究的专家称，毛伊岛的水手们似乎是大约1200年前就已经到达了这片冰冷的大陆。这些人是勇敢地面对未知水域的人。传统的口述历史在书面的民族志故事中，讲述了一个迷人的故事。一个名叫维特雷基奥拉的酋长，他驾驶一艘名为长胜号的船，开始了前往南极洲的大胆航行。直到现在，这个故事连很多人都不知晓，只有在新西兰的本地老一辈人才知道。在过去的2个世纪里，南极探险的故事主要围绕着欧洲男性探险家展开。直到现在，历史学家认为，1820年，一支俄罗斯探险队首次发现了南极洲。1840年，一位名叫约翰·戴维斯的美国探险家被认为是第一个踏上这块大陆的人。越来越明显的是，早在他们参加美国探险队之前，许多水手就掌握了在这片冰冷的水域航行的航海技能和知识。他们说，历史是胜利者写的，所以我们应该赞扬那些努力了解每一个历史事实背后真实故事的研究人员。极端的哈利蟹，在冰冷的南极深处，那里的海水像冰山一样冰冷，而一种独特的生物却在黑暗中跳舞。看看这些传说中的螃蟹，它是深海领域的真正奇迹。这种生物是一个真正的幸存者，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会让较小的生物毛骨悚然。在南极冰层的深处，那里的压力是无情的，温度是冰冷的交响乐。哈利蟹在一个极端的世界里茁壮成长，它被热液喷口的神奇魅力所吸引。在那里，富含矿物质的热水从地球深处喷涌而出。在这片温暖富饶的隐秘绿洲里，哈利蟹将慰藉和营养结合在一起。它华丽的哈利外观不仅是一种时尚宣言，也是一张网，捕捉在事件流中旋转的美味细菌和有机颗粒。海底哈利蟹的发现给科学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它打破了我们先入为主的观念。你能想象在南极附近还生活着什么奇怪的海洋生物吗？我打赌有比这些哈利蟹更可怕的东西。地下冰中的生态系统，直到20世纪90年代，我们才意识到南极冰盖下隐藏着湖泊的整个概念。直到那时，在卫星地震测绘和冰穿透雷达的帮助下，我们才开始发现这些冰下奇观的证据。你猜怎么着？我们现在知道有近400个这样的湖泊，它们的水都来自冰盖融化的底部。谁会知道，在这片冰封的土地下，有一个被遗忘的未知物种的精英生态系统？科学家们在墨色湖的冰洞深处钻探时，发现了古老的湖泊和动物遗骸，埋藏在惊人的1066米深的地下冰中。谁知道，在这片迷人大陆冰冷的表面下，还有什么惊喜呢？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的好奇心也在增长。我不禁想知道，在广阔的、未被探索过的南极洲深处，还会发现什么样的秘密？摆动的冰鱼。2011年，科学家们发现了这种不同于其他鱼类的冰鱼。这种奇特的生物生活在南极洲寒冷的水域，其深度达到了惊人的1000米。那么是什么让这种生物有趣呢？这种鱼有完全透明的血液，虽然海洋深处揭示了许多迷人的生命形式，从巨型乌贼到可怕的幽灵水母，但这种冰鱼也是最迷人的生物之一，因为它有透明的血液，使它成为一个值得探索的谜。摆动的冰鱼挑战了我们对血液成分
和脊椎动物血红蛋白的所有了解。血红蛋白是大多数动物中负责氧气运输的强大蛋白质，这一点明显不存在这种奇特的鱼身上。科学家们对它如何在没有它的情况下生存感到困惑。分析表明，摆动的冰鱼它异常大的心脏，可能利用其他机制在体内输送氧气。一些人推测，它利用富含氧气的南极水域，通过无鳞的皮肤直接吸收氧气。但是真相仍然难以捉摸，具体的证据也很少。到目前为止，这种奇特的冰鱼只在南极洲有所发现。几百年前的水果蛋糕，水果蛋糕有人知道吗？现在这可能是南极洲最美味的发现。1911年，探险家罗伯特·法尔肯斯科特的船员们在地球上的一个德雷赫特角里发现了一个有100年历史的水果蛋糕。它揭示了南极不仅蕴藏着永恒的秘密，而且还充当了南极探险的时间胶囊。当这个水果饼被发现时，它仍然被纸包裹着，安全地存放在架子顶部的一个金属罐里。这种保存完好的美味佳肴，让我们得以一窥过去。研究人员指出，虽然它闻起来的气味并不好，但经过检验后，实际是可以吃的。你有足够的勇气尝一尝这个100年老字号的水果蛋糕吗？91岁的老人和他的钱包团聚了。最近，海军气象学家保罗·格里沙姆与丢失了50多年的钱包重逢，这是一件令人瞩目的事情。一切都要追溯到1967年，保罗不小心把钱包落在南极洲的一个科考站了。他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做研究。时间快进到2014年，工人们在拆除默多车站的一栋建筑时，偶然发现了夹在储物柜后面的钱包。他们在里面找到了保罗的海军 ID 声明，甚至还有自制卡鲁瓦的配方。当然，尽管有这么多消息，还是很难联系到保罗。但那些发现钱包的人却决心归还钱包。其中一名工人斯蒂芬·迪卡托开始了寻找其保罗·格里沙姆的任务。在布鲁斯·麦奎斯和海军气象服务协会的帮助下，经过6年的努力寻找，他们终于找到了保罗·格里沙姆，并实现了令人感动的团聚。保罗的海军之旅跨越了几十年，从关岛和夏威夷到日本，并在1967年至1968年期间，在南极洲待过一段时间。在这片冰封的大陆上，保罗是少数几个敢于面对严酷冬季的人之一。看到自己的钱包后，他想起了过去几十年里所有的牺牲和冒险。6600万年前的蛋。最近，科学家们在南极洲发现了一个6600万年前的蛋，但暂时还不知道是什么生物下的蛋。科学家们在南极洲发现了迄今为止最大的爬行动物的蛋。据估计，这种生物成年后能长到6.9米。研究人员认为，这个巨大的蛋不是别人，正是一种统治海洋的巨大的海洋爬行动物。它就像蜥蜴或蛇的蛋，也可能是这些生物的近亲。这挑战了研究人员的信念。研究人员现在认为，这些生物过着一种过度多孔的生活方式，这意味着它们的后代在出生后立即破壳而出。最多陨石的地方。在最近的一次南极探险中，研究小组偶然发现了不止1颗，而是5颗保存完好的陨石。这些太空岩石可能已经在冰层下存在了数千年，它们让我们得以一窥宇宙的秘密。研究人员在探索伊丽莎白公主南极站附近的米尔斯拉尔森蓝眼岩时，发现了黄金，准确地说是太空岩石中的黄金。在他们发现的5颗陨石中，
有一块的西瓜大小的石头，重达近8公斤，比一般的保龄球还重。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南极洲发现的45000颗陨石中，只有大约100颗与这个宇宙炮弹的重量相匹配。这听起来可能没什么大不了的，但除了它的大小，它还提供了有关太空的宝贵信息。现在故事变得更吸引人了。这次探险的成功，为今后的研究开辟了无限的可能性。研究小组的发现表明，可能有大量的冷冻介质碎片等着被发现。事实上，他们估计有多达30万颗陨石，可能隐藏在冰面上。这意味着到目前为止，我们只发现了15%的外星陨石。想象一下，它们所蕴含的不为人知的故事，以及它们所能提供的关于我们宇宙的知识。巨大的幽灵水母。2022年初，幸运的探险者乘坐维京邮轮公司的一艘潜水器，深入南极神秘的深处，遭遇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惊喜。迎接他们的是直接从科幻电影中出现的景象，是一只巨大的水母，身上挂着一个 UFO 形状的铃铛，丝带长得惊人，长达9米。在体型上，仿佛是从外星人电影里走出来的生物。这种非同寻常的生物被证明是一种罕见的发现，实际上是一种巨大的幽灵水母。确切地说，研究人员成功地捕捉到了这种神秘水母的迷人快照。研究人员兴奋地意识到这次相遇的重要性。通常，这些巨大的幽灵水母喜欢潜伏在无底深渊的深处，潜入惊人的6000米以下。然而，它们在南极的出现，展示了一种奇特的行为。虽然这些神秘的生物可以在我们星球上的每一个海洋中找到，但没想到的是，在南极洲也有它们的身影。它们生活在海洋最深、最黑暗的深处。虽然我们陆续有发现巨大的水母，但其实呢，我们对这种生物还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围绕着这种难以捉摸的生物，有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比如，这类巨大的幽灵水母仍然是一个谜，等待着研究人员的解开。南极洲的另一个文明。网络上有传言说，一组研究人员在南极洲发现了一些令人费解的东西，许多人都对其影响感到恐惧。有猜测认为，在南极洲冰冷的深处有一个古老的文明，长期以来被认为只是一个阴谋论。根据分析，这个文明拥有远远超过我们自己的知识和技术。一些人声称，他们掌握着解开宇宙秘密的钥匙。关于这个古老的文明，我们发现的不多，但如果我们发现了，它将改变历史和人类的进程。这些发现中哪一个最让你感兴趣的？请在下面的评论中告诉我们。如果你听说过南极的任何有趣的谜团，也可以随意分享。同时，请看看现在屏幕上所展示的其他很酷的精彩视频。我们下个视频再见。